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包明说。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美国和菲律宾新的军事基地的协议。2月2号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访问了菲律宾，会见了菲律宾的总统小马科斯。奥斯汀和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尔维斯签订协议，在两国2014年的加强防务合作协议的基础上做了大规模的拓展。菲律宾向美国军队提供另外的4个军事基地的使用权。如此一来，美国可以使用的菲律宾的基地数量就达到了9个，这肯定让很多的中国人感到失望因为就在新年刚过，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斯就访问了中国，与中国达成了一大批战略合作协议。这才过了1个多月，菲律宾就加强与美国的防务合作，这个国家的立场到底在哪里呢？菲律宾的位置在一岛链具有战略意义，中国不希望菲律宾成为封锁中国的一环，而美国也不希望第一岛链出现重大的缺口。在这个博弈过程中，菲律宾政府的处境是走钢丝，日子是不太好过的。如果菲律宾在对美开放基地的问题上不配合，得罪了美国，菲律宾谁的总统都当不长久，军事政变、直接出兵都有可能。美国人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。在菲律宾增加驻军基地，可能是美国重构第一岛链部署的第一步。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埃利拉特纳2022年12月在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论坛上表示，2023年可能会成为美国在印太地区在当代最具变革性的一年。这说明美国要在这个年度切实推动一些针对性的军事部署，比如说陆战队的第3远征部队的非战斗人员和家属开始撤离冲绳，留守的第12远征团准备改编为滨海团。另外呢，美国正在推动 AGM-158 远程巡航导弹的产能提升工作，第一步要把年产量提高到600枚，库存目标达到1万枚。这些动作都是为了重新加强在第一岛链的兵力部署，针对中国海空力量、导弹力量大幅度的增强而采取的针对性的措施。对于美国的企图，小马克思就算不情愿，恐怕也是顶不住的。就目前的情况看呢，中国似乎没有必要改变对菲律宾的友好合作的关系。中方如果因为美军基地问题和菲律宾陷入了对立，那么立刻就会把小马克思政府完全推到美国的怀里，这对中菲关系的长远发展显然是不利的。不如换一个思路来看待美军驻菲问题。一是在海外驻军呢是花大钱的，让美军在菲大把花钱，当然会加剧美国政府的财政的负担。根据战略与国际研究所的梳理，美国已经为重返菲律宾军事基地拨出了第一笔8200万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费。这点钱呢根本就是微不足道的，后面接连不断的需要美国政府出血，比如说修建机库、油库、弹药库，具备隐身飞机的维护能力等等，还有基地的租金驻菲美军人员及家属的开支这将是一大笔钱。二是美军在菲律宾驻军、海空军部队以及相应的舰艇、飞机等等武器装备都将集中部署在有限的几个点上，航母、潜艇、大型驱逐舰、各种战斗机以及各种作战支援保障飞机，这些高价值的目标汇集在一起，恐怕正好是解放军希望看到的场景。三是为中国再一次加强南海岛礁建设提供了充分的理由，首要的就是黄岩岛的填海造陆工程，这个点距离菲律宾海岸线最近的地方只有220公里。如果建成一个类似于永暑岛或者是美济岛这样的大型基地，那我们在南海海域将有4个大型的海空军基地互为犄角之势，依托祖国大陆的绝对优势，将对驻菲美军形成强大的军事威慑。美军在菲驻军少了解决不了问题，多了不能保证安全。但是只要你一经驻，不管多少，天天都要花你美国政府大笔的金钱，我看你美国怎么办。好，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。